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赢下大力神杯后的梅西，在山羊之争中甩开了长期竞争对手 C 罗。然而梅老板最近环球赛的香港站闹出了因伤缺阵的疑云，此后更演变成严重的公关灾难。从梅西本人、所属俱乐部到比赛的主办方，都承受广大中国民众的炮火，而中国官媒又从旁大推一把，让整起事件上升到政治层级。本期影片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看看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时间拉回2024年2月2日，梅西所属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结束了在沙烏地的比赛后，全队搭机远赴香港，准备迎接2月4日的表演赛。然而在比赛当天，梅西全程没有上场踢球，赛后也迅速离开现场。另一大球星苏亚雷兹也仅在场边热身，最终也没有正式登场踢球。由于梅西被列入后备球员，在这场比赛进入后段时，观众期待的情绪便已越来越激动，现场球迷多次高喊梅西之名。然而最终梅老板还是没有上场，使得赛后出现满场嘘声，人们高呼要求主办方退费，还有愤怒的球迷上场内扔掷垃圾，更有人出脚踢爆球场周边的梅西宣传人像。在整个宣传期间，主办方自始至终都以球王梅西作为宣传重点，并开出相当昂贵的票价，从港币800元到4880元不等，打破香港所有球赛的最高纪录。以迈阿密国际这个成军没几年的新俱乐部来说，在香港踢一场表演赛能卖到这个票价，还吸引200万名球迷抢票，在开售1个小时内卖光，这种热度完全奔着梅西而来。说难听点，要是梅老板不在队内，票价打1折，搞不好都没什么人想买票进场。也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梅西全程都没有上场踢球，赛后又匆匆离场，全场球迷会有多么失望。然而运动赛事跟其他表演类型的活动有个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运动员如果受伤，就可能不会登场竞技，而这也属于运动赛事的不可抗力之一。也因此，虽然全场球迷既不满又愤怒，但如果梅西当真受伤，主办方也做出相应的补偿，那事件总会慢慢平息。原本看似即将落幕，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却也在这时登场。时间来到2月5日，迈阿密国际全体球员，包括受伤的梅西，中午搭机离开香港，傍晚抵达日本东京。在2月7号的表演赛上，缺席香港赛的梅西跟苏亚雷兹两人双双登场比赛。其中梅西虽然以后备身份登场，但在场上相当活跃，还在第78分钟时起脚射门。要知道，当时距离香港赛仅3天时间，梅西在东京有多活跃，中国球迷就有多不爽。在东京比赛结束后，当晚梅西迈阿密国际香港赛事主办方的社群版面遭到无数中国网友怒灌，有人还做了一个比喻，借此描述他的心情。想象一个男人跟交往多年的女友定了亲事，下了聘礼，广发帖子邀请亲友到场，结果在婚礼当下，女友当场悔婚，还跑出男方死对头的家里，跟他好来好去，闹着要结婚。这个男人心里有什么感受？中国球迷就是这个滋味。在这之后，不仅网友暴动，中国官媒也参与了进来，在官方的引导下，炮火越来越集中，锁定到了梅西身上，以及被暗示存在的外部势力。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标题是梅西在踢一场事关诚信的比赛，内文矛头直指梅西与迈阿密国际，称梅西在东京赛场上的生龙活虎，对比3天前无法登场的表现，令人不免质疑他的诚信。文章后段还直接批评梅西与迈阿密的解释无法服众，之后更拉了一段说法，说梅西的做法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世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这一句外部势力直接让整起事件上升到政治层面。在这之前，中国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宣泄出口，比较像一般翻车事件后续的余波。但官媒发文后起了统一阵线之效，梅西直接被拉上风口浪尖，不少粉转黑，更串联永久抵制梅西。截至影片直播当下，整起事件还充满疑云，我们只能根据已公开的情报分析梅西、迈阿密国际赛事主办、香港当局与中国中央的态度。根据最新发布的资讯，中国足协已暂停跟阿根廷足协的合作，足协官网删除了梅西过往的所有新闻，原定3月登场的阿根廷杭州行确定取消。与此同时，中国网络也发起多份调查，有多达90%的投票者表态要抵制梅西。既然中国官方足球组织已明确表达针对梅西本人的谴责立场，搭配上作为中央喉舌的大小官媒，这段期间发布的内容，我们可以合理认知，中国目前的官方态度是以梅西为主要目标，迈阿密国际则为次要责任归属。然而，如果回顾事件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疑点。
首先，主办方该承担的责任似乎被有意识地削弱。主办这场比赛的 Tatler Asia 本身是时尚杂志起家，过去并没有主办这类商业运动赛事的经验，而这便为整起事件铺下火种。这里我们引述央视体育频道前主持人、资深足球主播王涛的说法，按照他的理解 ，T 公司这次邀请赛合作的对象是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不是梅西，也不是梅西团队，因此这次合作案推进过程中完全没有梅西团队的参与。看到这里，相信有朋友好奇，跟球员所属的俱乐部商谈赛事会有什么问题？确实，多数情况下可能合情合理，但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人是梅西，不是用常理的梅老板。就像我们开头说过的，主办方天价票可以在1小时内卖光，完全是梅西个人带来的效应，而这正代表迈阿密的商业比赛是相对不同的，而这也是梅西当时加盟迈阿密的条件之一，他必定会对球队的商业事宜握有一定的主导权，而迈阿密也默认这一点。为了证明以上这套逻辑成立，王涛指出，去年11月5日迈阿密中国行以及原定于3月份阿根廷中国行的商业邀请，背后的酬劳都包含2部分的费用，一部分属于迈阿密与阿根廷足协，另一部分单独属于梅西，或称为梅西团队。然而，不知道是否经验不足，还是有其他层面的考量 ，T 公司本次只合作迈阿密，而完全略过梅西团队，没有所谓的第2部分酬劳，而这份操作就背离了足球行业的通则。因此，在落地香港的时候，梅西就面临2个状况：第一，他的伤还没完全好；第二，这场比赛他并没有正规的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梅西即使真的受伤，只要条件谈得好，应该都还是能有安抚球迷的方案，像是简单上场个10几分钟，走走过场应付交差，不算完美，也不会像现在完全爆炸。然而这时的主办方并没有选择沟通，而是一味的透过迈阿密国际去施压，导致场面陷入僵局。此处也归因于 T 公司一开始的错误，他们从合作初期就没有拉梅西团队进来，临场出问题后，他们也失去直接对谈的窗口与关系，只能透过迈阿密去施压，导致气氛越来越僵，最终就出现主办方迈阿密跟梅西3方的无效博弈，3方斗气带来4输的结果。在王涛眼中，主办方迈阿密国际跟梅西3方都有责任，最大的受害者却是球迷，毕竟谁都不想看到犹如核弹爆炸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要再引述一份疑似知情人士发布的内情，这位博主表示 T 公司跟迈阿密国际创办人、球队主席贝克汉的关系很好，双方促成了这次的商业赛，而在过程中力求表现的香港政府嗅到了操作空间，便出资赞助了这次赛事，轰轰烈烈的宣传就也搞起，试图打造香港盛世之都的形象。然而对于迈阿密国际来说，他们的合作对象只是主办的 T 公司，港府赞助的钱他们也拿不到，梅西跟他的团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针对港府赞助的要求，像是跟官员排队握手、颁奖或代表发言，这些额外吃豆腐的工作，根本就不在双方约定的合作范围内。也因此，这位知情人士表示，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迈阿密球队只是收钱来踢皮球，梅西更不想成为政府宣传的吉祥物，毕竟没人想被占便宜，何况是当世球王。权威外媒彭博也发布了分析报道，指出香港从疫情解封以来，少有国际明星造访，大型活动与节庆盛事更是少之又少。眼见国际地位逐渐被新加坡拉开，背负中国经济放缓的负面影响，港府赞助举办这场活动，背后目的很明显是要为香港造势，并刺激市民消费意愿。我们这里再切入另一份资料，根据社交媒体服务平台去年发布的2023年 IG 富豪榜，他们以排行榜的形式盘点量化网络名人的影响力，并推估他们 po 文的价值，其中拥有超过4亿追踪的梅西，每个 post 价值约为260万美元，而梅西此前代言阿拉伯观光局，3年的价码高达2250万欧元。这里我们再切回本次事件，主办方 T 公司绕过梅西团队，跟迈阿密国际签订了650万美元的出场费。对比于梅西个人的吸金能力，他不愿被当成吉祥物来吃豆腐，并非难以理解。当然，时间拉回比赛当日，梅西与迈阿密国际可能都还是有更全面的处理方式，3方或许有些意气用事的成分存在。但回顾事件中的3大主角，迈阿密国际是个新成立的俱乐部 ，T 公司从未举办过这类运动赛事。梅西又刚经历球员身份的巨大转变，欠缺了有足够经验的润滑油角色存在，加上仓促成赛，最终才带来核爆般的后果。截至影片直播当下，并没有证据能证明梅西有造假伤势的行为，更无法证实中国官媒宣称的外部势力。与其将此视为主因，不如理解成官媒统一舆论的方式，毕竟上拉到政治层级，始终是管控人言的最佳途径。好了，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